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有关大数据教育类型资料的介绍。什么是大数据呢？大数据的话是一种大量多样化的资料，然后这些数据的话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增长。那在图中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物流里面的手机啊、交通、健康资料，这些的资料一直在广泛的增加。那大数据的话，我们看的不是只有数据的量，也会根据它的复杂度跟它的处理程度、难度来判断。例如它的虽然它的资料非常的不是很庞大，不到 TB 级，但是呢，随着资料的成长的速度非常快跟多样化，然后让传统工具的处理部分无法负荷，我们也可以视为是大数据。那在影片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的环境里面的话，老师在这个白板里面教授，然后呢，我们会在课堂上去做聆听啊、学习。这样的学习的话会有优点，然后但是在传统教学中，我们涉及到学生的一个测验的成绩，还有他出席率，还有他的缴交的状况等等的数据。那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但是他私底下很努力，也很难算入在其中的一些表现里面，所以在传统里面的话，教学评估里面就很有局限。在学习平台里面、学习管理系统里面，或者是线上的测验平台里面，或者是VR的教育应用里面的话，来收集学习的数据。在一般我们在学习平台里面的话，或者是学习管理系统里面，我们会从学生他查看教材的次数、他的影片播放的长度，还有他缴交的作业的时间频率，还有他在讨论板里面的发言、点击等的行为，来收集他的一个个人的学习的数据，有助于分析学生的参与度、习惯，还有他的进步，来可用于个人化学习，来改善教育的方式。那线上的测验平台里面的话呢，每个问题的话都有答对答错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收集到这个资料，来了解学生目前他在课堂上的掌握度，来调整教学的策略，来提供专门的辅导。那在VR的教育应用里面的话呢，学生在虚拟的实验室里面的话，可以专注在这个区域跟时间，然后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的话，做实验的操作，还有物体的交互的行为。那透过虚拟操作里面刺激的反应的时间，透过移动啊，还有它的点击的频率等，我们可以记录学生在虚拟环境里面的行为数据，来评估学生在虚拟环境里面的学习的效果，然后进而给予一些改进的建议。在大数据的教育中，会有以下的教育应用。在即时辅导当中的话呢，有些分析学生的出席率、缴交率，还有参与度，来发现学生的困难，还有学习活动不足的地方。然后当某些学生的话表现异常的时候，学生的话呢会根据老师的要求提出1对1的辅导，然后呢提供学生一个数据的回馈，然后来培养学生更好的自主学习能力。那在学习的成效里面的话，分析的从我们课程里面分析观看的次数，还有它影片的观看时间，还有它的提交的部分。那再来是在讨论的部分的次数跟学习资料，这个都可以纳入我们的成效评估里面。那根据这样一个资料的部分的话，我们对于老师的话就可以做一个教学的改进，针对不同的学习风格的需求，然后来进行辅导，还有资源的分配，提高整体的教学的品质和学生的学习的效果。那在改善教学资源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分析教学的资源的使用数据，可以有效的去改进教学内容跟工具。那针对的教材的使用来改进教学的资源。那针对它来识别那个困难的内容，来详细解说额外的学习资源，来增强互动跟参与度，来分析学生的线上讨论啊、测验等等，来改进工具设计，还有提供多样化的资源，以及通过分析资源的数据
使用等等的，然后呢，来找到新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的效果。那基于学生的学习的数据跟历史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提供学生在选课的建议，帮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兴趣跟能力的课程。在大数据的教育中，我会有下面的优点。首先呢，在精确的学习成效的评估方面的话，透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可以针对不同学生制定个人化的学习计划，满足个别学生的需求。老师的话可以基于学生的学习数据来制定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的效果。在提升教学的品质方面的话，利用大数据，老师可以识别学生普遍遇到的困难，然后这些的难度的话，要进行深入讲解，提供额外的教学资源，来分析这个资源的使用的数据，根据学生的对不同的教材跟工具的使用，那改进教学资源，提升教学的品质。那在提升学生的参与方面的话，我们会分析学生的学习的行为数据，例如他观看教材次数还有他作业缴交等等的数据，那帮助识别学习的习惯来参与的模式。那利用数据的分析，及时回馈学生的学习的进展，然后提供了调整建议，然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数据的驱动的教育研究这方面的话，利用了大数据的话，我们可以大规模的去对教育数据做分析，显示教育过程当中的规律跟趋势，来提供教育研究的一个有力的支持。那这样的一个结果里面的话呢，可以探索实验新的教学方法跟模式，提高教学的品质和学生的学习体验。那在大数据的教育的应用范例里面，有几个平台是常常看到的那有 Duolingo、edX、Coursera 跟 Dreambox。那我们会挑出 Duolingo 跟 edX 跟 Coursera 是我们最常用的平台做介绍。Duolingo 的部分的话是美国一个语言学习网站及应用程式，它的设计理念的话是使用者学习课程的时候可以同时翻译网站的内容和档案。那利用了大数据使用者的学习进度跟错误模式，提供了即时的语言学习，还有根据学习者的调整的内容和练习题。那 edX 的话是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所创造的一个开放线上平台它可以让大众化的大学生大学教育水准的以上的线上课程，或者是为硕士的学位，透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数据的行为跟成绩。edX 的话可以为学生提供个人化的那个学习的建议。Coursera 的话是史丹佛大学的教授们所开发出来的它是一个盈利公司的一个教育科技公司那它的话可以跟很多大学做合作那提供了线上的课程来分析学生的历史学习的数据跟兴趣，提供个人化的课程的推荐，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学习的目标跟课程。在大数据的教育的未来趋势，未来的话 AI 的教育助手将深入的融入教育的领域，透过分析大量的数据提供更有智慧个人化的教学辅助。那基于的话即时的数据提供了准确的分析，帮助学生在调整他的学习策略那根据学生的实时的表现跟需求个人化的学习的体验，来动态调整他的学习内容跟难度，提供合适的学习体验。那大数据的话会促使 AR 跟 VR 的技术的教学应用让沉浸的体验的话，帮助学生在虚拟实境里面更让直觉直观的去学习跟体验。那未来的学习平台的话，会更加重视强化自主学习的部分。那透过数据分析、个人化学习的建议，来帮助学生设计自己的学习计划跟目标。那以上是我们对大数据教育类型资料的介绍，谢谢。